嗨，大家好，我是罗伦斯。大家好，今天另外再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室友，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我叫施胜凯，我是读食品科学，然后我之前在国内的食品工业这个领域的工作。这次请你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上次请了 Juni 跟 Alejandro，是增加我的一些点阅率。当然这次我们请李之吴彦祖，对，看可不可以再多一些人来分享一下。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食品科学念？那你为什么会来英国？然后我因为之前的工作其实是做 food emulsion 这一块用的最多的一些食品的原料，那其实就是 hydrocolloid。利兹大学的话，它在食品科学的 hydrocolloid 这一块，在全球其实排名蛮前面的，非常有名的，所以这是你选这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样，那就我而言的话，我是念企业永续。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主要是做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英国领先亚洲国家很多，这样，所以就是来到这边学这个。好，那边学费是多少钱？因为我们复3的话，就是我们有很多实验室要做，所以的话，我们的学费其实有时候比一些商科还要贵。今年的话，学费是22000镑。哇！我是17500，可是没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拿 iPad， 可是你们也没有拿 iPad， 对，因为商学院他们好像付2万多镑，2万多，他们然后就有 iPad， 对。那你们修的课程内容大致有分成哪些类别？课程分支的话，按那个 Food Structure 食品安全、食品 QC/QA 食品工艺、气候永续的部分课程有 Business 气候变迁或永续。好，那我们今天是要去讲说，我们到这边这段时间来看到了这边教育的方式，还有学习的方法，其实都跟我们亚洲很不一样。第一个，在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上课的话，基本上我们老师会给我们有课本，但这边的话，我们会去问老师有没有哪本书推荐，他说没有一本书是完全推荐，你都只能从不同的书里面学。我觉得有一个点真的很不错，它有一个 handbook 在专门讲这一门课哪些你要去注意的，介绍说这一整年要上什么，然后每一周上的内容安排跟每一周你要看的 reading list 也都会列出来。我觉得你说这点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一上你就有一个整个框架，你知道我大概干嘛，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安排。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每次在上课前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去念，就是比如说老师会跟你说，我现在上课前的时候，你那些东西要先念。这个我是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不需要准备，我们就直接去上课。那这边上课的模式以讨论居多，有一门课3个小时的课，老师前面大概1个半小时都是在讨论上次他叫你看的东西。第二个部分的话，课程相关的资讯内容都是电子化的。我们会有个 app， 然后你在上面你可以查图书馆的位置、你的借书情况，就是上课在哪里，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然后老师的讲义要通知的东西，其实全部都会在学生系统里面这样。对，那你要交作业，全部都是透过系统。对，基本都通过那个系统。因为以前在我可能那个年代比较久了，我们以前是用纸本印出来。然后我觉得最妙的是每个礼拜的课表的时间有时候会不一样。没错，我每个礼拜明天上什么我都要额外再看一下。要先看。对，不会像我们台湾就是定好了每个礼拜一就是每个礼拜一，固定好，然后几点就是几点，就不会去变。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那个教室的位置就是会很常换，有一些课他可能这礼拜在那边，这礼拜在那边。第3个部分对于学生学习的评分的方式，我们亚洲国家都是用考试。在上海读的时候只有期中、期末，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一整个学期只要念2个礼拜的书对，考前那1个礼拜念一下，其他其实不念没关系。这边的评分方法呢，像我们的话，我修的课啦都没有考试，都是教 essay， 然后另外还有 presentation。像我们这边也是，它评分的话，我们有的课是考试可能占60%，然后还有40%我们有网上答题，然后还有做 presentation， 还有写 report， 就比较多样化。对，这边真的蛮特别。像我们有一门课就是要每2个礼拜固定要 blog， 这个礼拜写 blog， 下个礼拜是我要去评论别人写的内容，然后在下个礼拜我要写 blog， 就是这样子轮回，相互之间的互评，对你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反馈。对，没错。所以他们这边的手段其实很多样，一直在训练你思考。没错。话说我好像忘记要打灯，没关系。那到了一半突然很亮。刚刚忘记打灯了，所以刚刚我们比较天亮了。这样，我刚刚看画面，总觉得好像
有点暗暗的。其实我们这天我们聊了一整个夜晚，现在天亮了已经。好，那第三个的话，我是觉得是上课的时段，其实这个是一个小的不同啊，因为在台湾的话，不管从国小到大学，中午12点到1点是绝对可能会有课的，没错。可是这边就会有哦。对，而且这边没有中间下课10分钟这种东西。没有，我前2个礼拜有这2课实验课，但放同一天，我就从早上9点一直做到晚上4点，没有吃过任何东西。然后他们这边你看课表的话也是，他基本都是对9点到10点，10点到11点。但老师他会跟你说每一堂课的前后5分钟，那个是你的移动时间。还有就我觉得他们这边上课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的话老师比较注重他和你下面的互动，他希望你们能多给他反馈，他鼓励你们多提问题，甚至他有很多问题他不会告诉你答案，当然他可能给出你们的比较普遍的一些认识，但是你可以提你自己的疑问。在国内的话，给我的感觉是老师在上课讲，然后你在下面我们是听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听。其实我刚来第1个礼拜非常的讶异，就是老师的讲义里面，他可能讲了这一个 part， 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然后叫你去跟 B 的同学讨论，接下来他就开始看谁有意见就发表。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你真的没有在上课前看的话，你有时候去上课，你会真的会跟不上老师的速度，然后在讨论的时候，你会真的是就是哑巴。因为语言还有就是方式方法感受是不一样，你如果语言特别好，我觉得你要克服上课这种感受的这种冲击。其实在上课之后我遇到一个小困境，第一个是口音，特别是南美跟印度的。印度的我没办法，印度会真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南美的，因为他们讲西班牙，他们那个舌头动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对抖的。那像有时候他们真的讲了一整段，我不是在听懂他在讲什么，我是内心就是他在讲英文嘛，然后老师有时候就会说 Yeah OK 是什么的，那我想说老师你听得懂吗？然后我觉得口音一方面是来自于国际学生，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这边有 Yorkshire 的 accent， 因为之前我有参加带你去洞穴里面去玩，然后他们那一批本地人讲话又快，会把很多话压在一起讲，你真的是没办法听懂。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这个不是口音的问题，也是有时候是语言程度的问题。讨论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亚洲人会安静？因为我们会在听人家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好像没有抓到他的点，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1个过了，2个过了，然后就想说，那我要讲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被说完了？已经被说了。我有点害怕，说我等一下讲出来，人家会想说啊，我刚刚就讲了，你怎么现在还讲？人家会觉得说，你亚洲人怎么都不讲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是没看书吗？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会抢第一个讲。我先把我要讲的先讲出来。不错，这个是蛮好的，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边的人做笔记的方式，跟我们亚洲人不一样。差别很大。我觉得我们没有被训练做笔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上什么就是教材就都有，画重点就好了。写写补充一下可以。这边还有电子化比较好，很多课它有全程会录像嘛。所以你可以在 recall， 你可以在看。然后这边的学生真的都会带 notebook 打笔记。对，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就好像在打文章。我真的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在打，我想说这个是重点吗？因为心里很慌。所以可能真的是一些训练或者说方式。而且写笔记这个东西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太慢。我们2个都是写中文字哦，可是你们写简体字，我们是写繁体字。我跟你讲，我那天写一个字给我一个同学看。你们这是观察的观，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子。哇天哪，我已经写完1句话，可能已经对。我在写笔记，有时候用英文写还会比较快。我最后一个点的话就是说，在课堂上跟图书馆这2个地方是不会有人睡觉的。老外他们是不会睡。我之前有听过这个传闻，然后来这边是验证了，就算整个课堂有超过100到150个人，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睡觉。这个之前我在 Senior Language Courses 的时候，老师也有说到过这个问题。然后那个语言老师他去国内他有交换过，他说他在大陆他也看到有很多学生中午他们都会睡觉，他觉得很惊讶。他们这个和他们的文化有关系，他们觉得睡觉一定要睡在床上。那他觉得我们哪里都能睡觉，觉得很惊讶。我有听过有一个是在图书馆睡觉，然后有人会去叫他 staff 来问他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那个语言交换的 Sam， 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去图书馆就有2个亚洲的学生趴着在睡觉，然后说很多本地人看到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在图书馆睡觉，然后就把它拍下来。其实也没有说不行，只是说这边的文化比较少看到这样。因为谁说不能在图书馆睡觉？对不对？没有说禁止。对啊，这个文化真的是差很多。他们和这边差的是比较厉害。你说什么比较厉害？差别比较大。对，有时候凯讲的中文我会听不太懂，因为大陆那边的卷舌音又会比较多啊。
凯有时候讲话讲得比较快，有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其实我会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会说啊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会假装听懂啊。你也可以和我语言交换嘛，我和你交换，这边多交朋友啦。出国就是要交朋友，对，多感受一下，然后多玩。都没有时间走哦。对，我都没有时间走，但我语言学校的时候我玩过了。也是啊，玩了两个月，然后交了很多朋友。提醒台湾的朋友们，有来读语言其实还挺不错吧。你在那个语言学校，它主要是在教你要怎么去写相关的一些学术英文的方法，这样。包括你怎么样做 presentation， 怎么样做 poster，academic writing、academic reading 是怎么样子，你要注意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是professional language courses 可以告诉你一些地方。真的还不错呢，虽然说是要多花一点钱，不过我是觉得真的是还蛮值得。6周就够了。对，真的。你还能多认识朋友，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真的去外面感受生活。真的，我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来这边好像没有太忙的，其实没有，压力很大，真的，来到这边只有 induction week， 对 induction week 时候是对轻松。接下来的话，你会一直背着 paper essay 追着跑。今天就这样啦，我们就是把来这边学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如果你有想要来的话，这会是些帮助，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想想你的学习方式，可能可以做一些改变这样。那之后的话，我们当然还会再找凯来，或者是再找 Johnny 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讲学校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讲一些我们这个不同地方和大家的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差异之类，可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去讲说，来订阅我的频道。对，所以大家就多关注 Lawrence 的频道，对吧？没错，不会 always 只有我哦。然后像我这次请了吴彦祖过来这样，下次还有罗志祥。对。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就可以订阅在这边，一起比在这边，请订阅，快点啦！这边，在这边，很好。对，好，那就先这样了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他会讲台湾腔，其实不太多，但会几句吧，会就很奇怪，你怎么这样？